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，中共现阶段并未规划于2027年攻台，也没有统一的明确时程。看到这则新闻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是松了一口气，还是开始怀疑过去几年的高度警戒难道只是虚惊一场？过去5年，2027共军攻台几乎成了国际外交与军事的共识。自从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提出，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可能在未来6年内及2027年之前发生，台湾社会仿佛进入了倒数计时，看着共军2栖登陆舰接连下水，国人的焦虑感也随之攀升。然而，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份最新情报推翻了先前的急迫性，网络上的阴谋论也随之起舞。有人批评之前的警告是在贩卖芒果干，或认为这只是为了合理化军购预算。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如果我们只看到2027不动武这7个字，恐怕会完全误判了这份报告释出的真正警讯。报告中隐含的核心逻辑是，没有计划不等于没有能力，更不等于没有意图。打开这份报告，它确实提到，北京目前没有在2027年发动军事突袭的具体计划，但紧接着报告强调了2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点。首先是能力的持续构建，解放军现代化的脚步并未停歇，目标是确保一旦最高层下达指令，随时具备有把握赢的动武实力。再来是手段的结构转移，北京的策略重心正从代价极高的军事攻占，转向更隐蔽、成本更低的非军事手段。为什么北京不急着动武？报告背后的逻辑很清楚，因为中共发现，在台湾防卫力提升、国际干预意愿增强的情况下，犯台的成本与风险都正处于高点。换句话说，不动武不是因为中共变善良了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放弃统一，而是因为犯台的成本与风险极高。这正是为什么台湾必须持续加强国防采购武器的原因。我们要让北京永远觉得动武代价太大，进而迫使那所谓的攻台计划被无限期延后。中共从未承诺放弃武力并吞台湾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。当军事硬手段的成本太高时，他们会转向灰色地带的软渗透。最近，中共借由中东局势动荡，大肆渲染台湾的能源安全危机，声称台湾面临断油、断气风险，宣称和平统一后可实现能源应通尽通，强调接受两岸融合发展就能解决能源与经济问题。能源安全成了中共的统战工具。这种策略旨在建立一种路径依赖，一旦台湾的能源、电力或经济命脉与中国深度挂钩，北京就掌握了随时可以切断的遥控器。届时，中共不需出动一兵一卒，只要借口线路维修或能源短缺，就能在政治上逼迫台湾就范。这种建立在失去自主权前提下的安全，本质上不是安全，而是缴械投降。认知作战最可怕的，不是让人感到恐惧，而是让人产生假性的安全感。当民众误以为2027不会打，或北京倾向和平时，心理防卫就容易溃散。既然打不起来，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武器？反正不会打，谈一谈有什么关系？或是只要我们不挑衅，就永远安全？一旦大众放下戒心，对国防建设的质疑与对统战话术的松懈，就会像病毒般扩散。这正是报告中提到的非军事手段，透过假讯息、基层渗透与经济诱饵，从内部瓦解台湾人的抵抗意志。回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，我们不该因为2027无计划而松懈，反而应看透真相。正是因为台湾与国际社会展现了防卫决心，才迫使中共暂时按兵不动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和平从来不是求来的，而是靠实力换来的。别被不攻台的一句话麻痹了。
当对手声称不想动武时，通常是因为他正寻找另一个不用流血就能让你屈服的方式。一旦我们的防卫意志瓦解，原本昂贵的犯台成本就会瞬间暴跌，届时没有计划将随时变成执行计划。